大家好，我是美厨娘丽丽。燕麦是一种特别有营养的食物，很多朋友特别爱吃，尤其是喜欢用燕麦来煮粥喝。但是燕麦除了煮粥之外，还有很多比较美味的做法。今天就分享一个麦片非常好吃的做法，加4个鸡蛋，出锅松软香甜，比蛋糕还好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200克麦片，把它放入大碗中，接着往里边打入4个鸡蛋，鸡蛋的量可以根据麦片的量来增减，如果麦片多的话，鸡蛋就多打一些，麦片少的话，鸡蛋就少打一些。我这里300克麦片，刚好打入4个鸡蛋，鸡蛋打好后，就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麦片和鸡蛋完全混合在一起。搅匀后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一块老南瓜，用削皮刀把南瓜皮去掉。去皮后，再用勺子把南瓜瓤和籽刮下来，然后给它切成薄片，切得越薄越好，这样更容易蒸熟。切好之后放入蒸屉上，冷水上锅蒸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15分钟。接着再准备30克红枣，把它放入大碗中，淋少许清水把红枣打湿，再加勺食盐，加勺面粉，用手抓拌均匀，让每一个红枣都能裹上一层面粉。因为红枣表面有许多的褶皱，里面都是藏污纳垢的地方，直接用清水洗是洗不干净的。这里加食盐呢，可以让红枣里面的灰尘自己跑出来。加面粉呢，面粉又有很强的吸附性，能吸附掉红枣里面的杂质和灰尘。抓拌至感觉有一点粘手，再倒入适量的清水没过红枣，把红枣清洗干净，把表面的面粉清洗掉。清洗一遍之后，给它控水捞出，再放入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直接放到案板上，用剪刀把红枣剪成小块，把枣核去掉，全部处理好以后，装入盘中备用。现在我们的南瓜也蒸得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用筷子戳了试试看，如果能够很轻松就能戳穿的话，说明就已经蒸熟了。再把它取出来，直接倒入料理机中，再把麦片和鸡蛋倒进来，最后倒入红枣，然后加入200毫升的纯牛奶，选择果蔬功能键，给它打成燕麦糊，尽量多打一会儿，打得越细腻越好。打好后，再把它倒入一个大碗中，往里边加入4克酵母，加入30克白糖，促进酵母发酵。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酵母溶解。搅匀后，再分次少量的加入200克普通面粉，边倒面粉边用筷子搅拌，因为面粉的吸水性不同，我们最好分次少量的加入。最后搅拌成这种比较粘稠的状态就可以。搅拌的时候感觉阻力特别的大，然后盖上保鲜膜密封起来，发酵至原来的2倍大。趁这个时间准备15克葡萄干，把它放入大碗中，淋少许清水把葡萄干打湿，再加勺食盐，加勺面粉，用手抓拌均匀，让每一个葡萄干都能裹上一层面粉，大概需要抓拌2-3分钟左右。抓拌至感觉有一点粘手，再倒入适量的清水没过葡萄干，把葡萄干清洗干净，把表面的面粉清洗掉。清洗一遍之后，给它控水捞出，再放入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直接装入盘中备用。接着再准备一个长方形的模具，在底部铺上一张油纸，防止粘连，然后倒入少许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，底部和周围都刷上食用油，防止粘连。全部刷好后放一旁备用。
现在我们的面已发酵好了，我们打开保鲜膜看一下体积已经变大了许多，里面呈蜂窝状，就用筷子搅拌一下，拍拍气，把里面的气孔排干净。搅匀后，再加入30克甜蜜豆。如果不喜欢吃甜蜜豆的，也可以不放，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甜蜜豆和面糊充分混合在一起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搅拌成这种状态就可以了，再把它倒入模具中，用刮刀把表面整理平整，像这样子就可以。再盖上盖子，2次发酵10分钟。20分钟后，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体积明显变大了许多，然后再撒上一些白芝麻，这样可以增香，还可以补钙。再把葡萄干均匀地撒在上面，整个表面都撒满葡萄干，这样吃起来会更香。就像这样的状态就可以，然后冷水上锅蒸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50分钟。时间到，关火焖5分钟，再打开盖子。哇，好香啊！浓浓的果干香味扑鼻而来，颜色金黄的，看着就很有食欲。用手指按压能迅速回弹，说明就已经蒸熟了。然后把它取出来，稍微放凉后，用刮刀刮一下周围，这样更容易脱模。然后再给它倒扣脱模，底部也是非常的漂亮，看一下非常的松软，用手按压能迅速回弹，然后给它翻一下面，再给它切成小块，切的时候都能感觉到非常松软。切好后装入盘中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非常好吃的燕麦发糕就这样做好了，看一下内部组织绵软细腻，加了甜蜜豆和葡萄干，酸酸甜甜的口感。燕麦这样做好吃又不上火，非常适合老人和孩子吃，吃上一口松软香甜，比蛋糕还要好吃。一次吃不完的，放置温热，把它装进保鲜袋里密封起来，凉了也不会硬。想吃的时候直接取出来就可以吃了。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啦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丽丽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，咱们下个视频见。